皇后金安，皇后金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宫中上上下下都穿素表孝，你却佩戴彩缨。妹妹喜欢，看着会笑。皇后，是奴婢不好，奴婢没有看好小公主。这可是冲撞祖先，是不孝，岂是一个贱婢能顶罪的？祖母本来最爱涂蔻丹的，可因高祖庙失火扶丧，现在都不着色了，只是涂上香脂就算了。想为高祖尽一点孝心呢。连祖母都这么有孝心，可那魏夫人却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竟然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到处跑。啊？本来孙儿并不想烦扰祖母，但是兹事体大，不能不禀报啊。他居然这么不小心呐！母后，不小心说的真是太轻了。她连生3个女儿，仍得皇上宠爱，心也大了，气也粗了，不再安分了，连娇儿都要受她的气了，还会守规矩。本来还剩1日就过守孝期了，可是那魏夫人却不肯安分，如今叫孙儿如何是好？如果赏罚不分，今后如何面对后宫一众嫔妃？可若赏罚分明，只怕有人又说娇儿欺负她。她就是仗着这一点欺负娇儿。但是母后，这种事不能不罚呀。一来她有违孝道，二来她教女无方，三来朝中大臣都遵皇命，穿素服5日，后宫嫔妃反不以身作则，怎能服众啊？她上愧对祖先，下疑惑后代，外遭人画饼，不但要罚，而且要重罚她。禀太皇太后，魏夫人在外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诺。祖母，你要为孙儿做主啊！臣妾参见太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听说你做错事了。是，臣妾教女无方，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，有违皇上素服5日，以表孝哀之圣谕，大失体统，求太皇太后赐罚。知错就好了。这女儿啊，别看她现在年幼，若不严加管教，以后就骄横任性，不顾你心意，不管你死活，只管争脸争宠，不让你安宁。臣妾自当谨遵太皇太后教诲，严加管教3个女儿，绝不让她们长大之后恃宠生骄。你肯受教就好，不然若是在寻常百姓家，就会弄得家不成家；若是在后宫，则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。端午快到了，过节之前，你就去知事织素布吧。一来是思过，二来为先帝也为哀家尽点孝心，三来你也好为自己之福泽。布有多长，你的福泽就有多长。诺。魏夫人。姐姐你怎么来了？即是绵长孝思，我也来为太皇太后尽一份心，与你一起为自己织福。说是为自己，实则是为子父。子父心中感激。当日家慈离世，正好皇后及其他姐妹们
为皇太后庆生张罗，这宫中上下谁会关心我这个避喜远离喜庆的伤心人？只有魏夫人亲自为我熬汤，助我安眠，又带我到蔚兰亭畔，教我点放竹筒灯，为王母祈福追悼。这都是举手之劳，但却让我感到这宫中仍有温暖情谊。我们这些人每天都要看皇后的脸色，眼看你受委屈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还好这次太皇太后未有重罚，而且没有下令只许你一人织布，我才可以过来凑数帮忙。凑数不妨就多算我一个吧。赠香之情我不会忘，当时幸亏有你，否则皇上许久没来我处，一来若发现炉中无香，我囧都要囧死了。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见姐姐了，你还想在外站多久呢？我做了些小菜，自己一个人吃不完，就带过来了。看你们可不可以帮帮忙？藤姬有心了。3位姐姐都来看子夫，子夫心里真暖啊。这几年，你是如何对待宫中众人？大家有目共睹。正因为你一向良善仁惠，事事以德报怨，所以宫中众人都想为你出一份力。只是你经常被责怪，委屈你了。子夫有3个女儿承欢在膝，这次能将功补过，能得到3位姐妹的帮助，没有委屈，只有幸福。魏夫人就是这样，什么艰难的事到她身上都能开心面对。我儿时的周夫子曾经说过，笑着日子容易过。以后呀，我们都要向魏夫人学习。要是人人都像魏夫人一样，宫里就真的和乐多了。是啊，你们就别夸我了，我也是一步步的在学。我们一起知福存孝，为太皇太后福寿延绵，奉体为安，祈福。皇祖母，城楼上风很大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没事，哀家想再感受一下这居高临下、壮观的豪情。彻儿，你替哀家放眼看看，这河山是否一如往昔秀丽壮观？一如往昔。好，河山没有变呐，但是我的彻儿变了，俊威凛凛了。彻儿长大了，稳重了，懂事了，国事家事自有主张。哀家的眼睛虽然看不清，可是心是雪亮的，站在这儿就可以感受到大汉的子民安居乐业，气象和顺呐。好啊，彻儿，你初登帝位，总以为祖母处处阻拦你，你可知道？当时你只是一个20岁不到的新君呐。在你的身边有多少小人阿谀奉承，有多少豺狼虎豹拥兵自重？哀家是怕你年少气盛，中间难分呐。当初虽然没有体会祖母一片苦心，但随着年岁增长，孙儿已明白祖母所做的一切，皆为大汉着想。
祖母比孙儿看得更远，看得更高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为免猜夺唾骂，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闲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祖母，就算有冤魂来找哀家也不怕，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祖母你放心，孙儿一定会励精图治，会报祖母一片苦心。好，好，那祖母就放心了。夕阳虽好，却已是黄昏，跟哀家一样，时日无多了。祖母为大汉造福匪浅，建德深广，一定能长命百岁。哀家的身子，哀家自己清楚。再说，长命百岁又有何用？只盼孙儿能替大汉承先继后，能够成为开创盛世的千古帝皇。孙儿一定不负祖母所望。那哀家就心满意足了。一个老人还有什么能比得过能够盼的孙儿？成才成器。孙媳贤孝了。这些布是你织的，哀家让人放进来的，让你织布。也许有人认为是在罚你，其实是想求证一件事情，而且也已经证实了。你进宫这几年，如何对待后宫上下，哀家偶有所闻，而这里的素帛却是证据。太皇太后，一个无权无势的人，竟能在纷争最多、戒心最重的后宫，得到嫔妃婢仆的真心尊重。好一个魏夫人啊！臣妾一直觉得，这后宫就是天子的家。中间纵有吵闹，但是大家的心都是向着两位太后和皇上的。只要以心相待，相信
一定会和睦相处。和睦相处，那就要分享地宠。你舍得吗？将心比心，看到姐姐妹妹们都能得慕圣恩，臣妾心里也为他们欣喜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有这样的心，是你的贤淑。难怪彻儿总说你不凡。太皇太后过奖了，是皇上恩宠。哀家最希望的，就是你能为皇帝生个皇子。臣妾明白，可是，一切自有天意。哀家不是抱怨什么，只是深信皇子由你管教，必不骄纵。若出自其他嫔妃，就难说了。你心善贤良，必得天助，终会为我汉室天子天孙继承千秋大业。谢太皇太后宠爱。你织的素帛，很快就可以用来做丧服。哀家也预先叫人磨好碑石，将来好写下哀家这一生。太皇太后一定会福寿绵长的。哀家不畏死，哀家力争3朝70多载，也活够了。高祖闻治天下，立我大汉江山。孝文亲尝汤药，弑母至孝。薄太后得诏后宫，母仪天下。哀家也辅助了3朝皇帝，无愧无悔，只遗憾与你尚未深交，不曾施恩于你，却已经要别离了。太皇太后对臣妾已恩重如山。当日因为臣妾入宫引起的波澜，导致皇后自杀，太皇太后也不责罚臣妾。皇上离宫，臣妾欺瞒行踪，太皇太后也宽恕臣妾。还有，既说哀家有恩于你，那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哀家主持后宫几10年，管教汉室几代子孙女眷，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她的刁蛮跋扈。子夫，将来他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他一命。太皇太后别这么说，臣妾何德何能？况且还有皇上。不，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怕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臣妾明白。皇后若出事，最有可能统领后宫的就是你。若皇帝要杀娇儿，你就看在
哀家的份上，保住他的性命，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，可以吗？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有你的承诺，哀家无憾了。这几十年来，陪在哀家身边的，始终是你。最令哀家窝心的，也是你。纵使你有千万个不是，你始终是哀家的手心明珠。母后，哀家所有的金银财物，奇珍异物，全都留给你。母后，娇儿，你虽然娇蛮任性，可你也最懂得哄哀家开心。哀家活了如此一生，却觉得管教自己的孙儿，远比管治天下来的难。娇儿错了，娇儿不孝，让祖母操心了。祖母要走了，娇儿，让哀家好牵挂呀。哀家留给你的，
是一样最宝贵的东西，一道保命符。彻儿果然长大了，哀家就能放心，把你祖父和你父皇的基业交给你了。彻儿最近忙于政事，但仍然不忘请安，孝道可嘉。哀家就赏你准奏二字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为免猜夺唾骂，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贤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就算有冤魂来找，哀家也不怕。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后宫之首是谁？当然要由统领后宫的皇后去办。皇后是你说废就能废的吗？我这个做母后的，实在没有能力为你们遮风挡雨。母后别再难过了。我觉得自己很不孝，太皇太后走了，按理说我本应该伤心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竟然……儿臣知道，深宫数十载，我虽登上了皇太后之位，却没有一刻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以后母后可以安享晚年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出生，我怕你不得父皇欢心；你聪明讨好，我怕你招人嫉妒；你处理太子，我怕你遭人陷害。直到你登上皇位，还是怕你惹怒了祖母，被拉下来。母后可以做的，就是无时无刻的察言观色，在祖母身边，一直替你说好话，保住你的皇位。
祖母只是太过深谋远虑，息怒不形于色。当初儿臣又年少气盛，才让母后经常为儿臣担忧，提心吊胆。提心吊胆，好贴切呀！几十年了，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度过我的晚年了。母后一定会顺心顺意的安享晚年。母后顺心，儿臣才能顺意。母后生我居我，抚我恤我，养我育我，顾我负我。儿臣答应母后，只要有儿臣一日，就一定遂母后所有的心愿。有你这句话，母后曾经受的一切委屈，就都不算什么了。许昌丧事不办，免去丞相之职。武安侯田汾拜为丞相。太常定失序无德，恳请陛下将其罢免，以安朝堂。谁来顶替？又是用舅父的门生？臣奏请以城西修兵士。是供汉宫用，还是供你的丞相府啊？别讲了，都是田汾谋利自肥的想法。要朕再看，也是无朕的眼目。陛下，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舅父。那又如何？这3年来，他用人为亲，贪赃舞弊，如今越发猖狂，竟奏请收城南田地以建粮仓。朕不如将整个武库都给他好了，否则朕就飞向暴君位。子父，你有何看法？朝中之事，臣妾不敢议论。朕命你说。臣妾不敢，陛下在气头上会迁怒于臣妾。你若不敢劝朕，就不是朕的子夫了。你可知道这3年来，朕劝告了田汾多少次要收敛，但他却一发嚣张跋扈，目无君上。臣妾知道陛下盛怒，只因忧国忧民，担心万民福祉受损。可是陛下这一怒，却让臣妾想起弟弟早前提起过的用兵之道。可惜臣妾才疏学浅，不理解其中的深意。什么用兵之道？为何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运而制战？因为怒可以复习，运可以复运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那是不是说，怒运的情绪可以改变，但是怒运之下兴师打仗，造成的伤亡甚至亡国，就不能改变？子父，你是想说，盛怒冲动做的决定，后果不能挽回，要朕息怒三思是吧？以田汾为相，是陛下答应皇太后的。若贸然废相，必损母子之情。皇太后见儿子与弟弟失和，也定会忧心难过。陛下弑母之孝，相信也不忍见皇太后难过。这是两难啊。朕确实要三思，找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好漂亮。
难得娇儿这3年来每天都亲自帮哀家涂扣丹。娇儿她能服侍你，是她的福气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不用多礼了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免礼，坐。你国事繁重，还天天过来看母后，好。母后刚才还对他们说，最近儿媳孝顺，让我觉得好开心。就连我弟弟田汾，他虽为丞相，公事繁多，也经常来嘘寒问暖，搜罗一些奇珍异宝、稀世药材，让母后觉得好顺心呐。母后顺心就好。但这些呀，也比不上他能辅助彻儿你更得母后欢心。母后正想着该赏他什么呢？彻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母后想想。母后觉得该赏什么便赏什么吧。怎么，说的这么敷衍？他是你的舅父，是你的左膀右臂，论功行赏可不能马虎。他都已经是丞相了，权倾朝野，还要赏什么？什么话？什么权倾朝野？就是以权谋私，向朕弹劾他的人大有人在，可他仍不知收敛。哼，嗨，母后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听弟弟说，他一心为国，事事严办，难免遭人嫉妒。弹劾他的人是有，可往往都是些卑鄙的小人。我看呀，你把那些告状的都治罪就好了。这恐怕要错怪忠良了。丞相所谓的一心为国，不少都是巧立名目，实则中饱私囊。你怎么能听信那些无中生有的话呢？你可知，尊重长辈，这也是存孝道。臣妾有一事欲请奏。说吧。皇太后提及孝道，如雷贯耳，提醒了臣妾：为子女者，父母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祭之以礼。父母既坐于高堂，子女就应该让他畅乐，不烦不忧，乃为孝。说的是有道理，可你想禀告何事？臣妾亡母之坟即将要迁移，欲出宫去张罗。臣妾自知为何规矩，但深觉皇太后重孝义、崇礼德，臣妾斗胆提出此请。原来是想求出宫啊！哀家还以为你是想劝皇帝。儿臣也的确受劝了，以后必以孝为先，让母后开怀畅乐。也求母后体察魏夫人一片孝心，准其所请。迁移母坟是大事，哀家这次就准许你出宫走一趟。臣妾谢皇太后恩典。参见皇太后。弟弟，你刚新婚，不陪夫人，怎么一大早就跑进宫来了？姐姐，你把我给害惨了。弟弟，你快起来！你说我怎么把你给害惨了？你娶燕王女儿为妻，我出资替你办婚宴，我碍着皇太后的身份不便出席，却下诏让长安城的关侯去给你添面子。哎，他们是来给我添屈辱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官府昨天晚上在婚宴之上，当众侮辱本官，说我欺压前朝丞相，那也就罢了。可是他还骂姐姐你，说你偏私护短，为弟弟争逐丞相之位。这个官夫真是目中无人，胡说八道！我叫人把他抓起来。姐姐恕罪，
为免婚宴出差错，得罪燕王，我已将他收押起来了。你是丞相，这点小事何罪之有？哎呀，我是怕别人说我没气度、仗势欺人，而损了姐姐你的名声。别怕，我让皇帝治冠夫的罪，旁人没话说。哎，姐姐万万不可，只怕皇上相信冠夫之言，反定我罪呀。皇帝怎么会凭一个莽夫的话治自己亲舅父的罪呢？其实皇上早就想废相，以建内朝。现在朝政之事直接和内朝官商议，我是不得过问的。真有此事？是啊。我去找皇帝问个清楚。哎，姐姐，不要再为了我这个无德无能的弟弟，伤了你们母子情。我这个丞相不做就罢，如今皇上已经厌弃我。哼，众臣正如冠夫所骂的，说我以权压人，霸占田产，勾结外戚。我还是罢官归田，以免姐姐你再遭受人闲话。什么田产？谁的外戚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那还不就是因为城南30里那块地吗？好甜呐！皇后待臣妾们真好，上好的贡品都赏与我们品尝。是皇太后待皇后好。丞相夫人从燕国带来献给皇太后的大枣，皇太后全留给了皇后。妹妹们若是喜欢，尽管多吃一点。皇太后驾到！皇太后请安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来得真巧，我刚把母后赏的枣子分与妹妹们品尝，大家都说鲜甜可口。谢皇太后赐。皇后真是知大体，众妃也知进退。可某些人呐，口蜜如枣，心嘛……魏夫人。臣妾在。此枣可好？皇太后疼惜皇后，皇后关怀臣妾，赏赐之时皆……你在宫里享先尝甜，可知丞相新婚之夜，却因你而被冠夫辱骂，食不知味。母后息怒，妹妹向来待人仁厚，怎么会让丞相难堪呢？当中该有误会，即使有错，必属无心啊！哼，无心？我看分明就是有意吧。上次说以孝为先，看似劝解皇帝与丞相，却在背地里兴风作浪，一箭生就。臣妾愚昧，还请皇太后明示。愚昧？你聪明得很。皇帝护你，就恃宠生骄，竟叫兄长去向丞相科索田地，贪得无厌。丞相勉为其难替你们要了，你们又怕受责，不敢要。哼，不要也就算了，你那该死的兄长，竟然厚颜无耻，反说是丞相赠田地，意图巴结，污蔑丞相。你们魏氏一族，那些无功无职的兄姐们，在外仗势欺人，骄横放肆，全都是因你的纵容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没罪。你再说一次。还是那句，臣妾没罪。启禀皇太后，臣妾与家人
一直谨记母训，不受无功之禄。臣妾的兄长也从未向任何人索取田地。你是说，丞相冤枉你了？臣妾不敢。只是，丞相确实主动提出要赠与田地，可是兄长最后并没有收受。你是想说丞相冤枉你？那么是丞相主动送地，也是意图要巴结你们魏家，而你们魏家居然还拒绝了。母后息怒，魏夫人，虽然科索和散播谣言与你无关，可是，你再重亲情，也不能这样为了欺人，而惹皇太后生气啊！可是臣妾一家从未对任何人提起丞相赠地一事，那污蔑之罪，实不能承认。城南30里那块地，本属于魏齐侯窦婴，相信冠夫正因如此，才得知此事，还请皇太后、皇后明鉴。母后，这么说来，魏家清正廉洁，品德高尚，丞相受辱，全跟魏家无关了。是吗？魏家真的是不贪不抢不争不妒？你别以为我们都忘了你的出身，你母亲也不过是个婢仆，一介山野之民，竟如此自言清高，得盖丞相。你别想欺瞒哀家。臣妾所言，句句属实。家慈虽为婢仆，一生坎坷，但古传遗训所知不少。家母教导儿女，要克己守礼，以贪盗为耻，哪怕就是饿死，也绝不贪念别人一粒米谷。我们一家人虽为婢仆，但是深知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兄姐们，一无科索田地，二无污蔑丞相，三无骄横放肆，还请皇太后明察。你好啊你！魏夫人，你进宫多少年了？后宫的规矩礼仪你都忘了吗？无论怎样，也不该出言顶撞。你这样叫皇太后的颜面何存？臣妾并非有意冲撞皇太后。母后，你怎么样？别起兵了才好。皇太后息怒，都是臣妾的错，没有好好管教后宫，才让母后受屈辱被冒犯。母后要责罚，就责罚臣妾吧。这才是识大体，你懂了吗？枉费哀家疼惜了你这么久，你却是这样对哀家，皇太后，快传太医令！你太过分了，把皇太后气病了。皇太后息怒，臣你闭嘴！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急于维护家人的气节，逆言犯上，求陛下降罪。哎，起来吧，坐。朕难道还不清楚你的为人吗？幸好母后这次身体无碍，就判你个有情可原吧。手这么冷啊，来，觉得如何？好暖和。炉虽暖和，可是将手靠得太近，就会烫伤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以后凡事都会把握分寸，会想办法让皇太后消气宽心。那朕就放心了。可有些人总叫人烦恼，好一个莽夫！陛下指的是冠大人。他
他这一骂惹出这么多的火苗，现在就如这炉中的焦炭，自身难保了。难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朕本想让姐姐从中调和，可是那冠夫真是不知好歹，姐姐好心去劝阻，竟也被他折辱。这次姐姐撒手不管了，母后为了女儿的名声和弟弟的尊严，定要冠夫人头落地才能解恨。要朕如何去救他？陛下英明，定会想到妙策。这事牵扯到母后，难啊。陛下英明睿智，总能让情况逆转。当年汲黯撕开粮仓，招朝臣画饼，阻挠新政。陛下外出走一趟，即顺势把钦宗的腐败全抖出来，反让太皇太后看清情况，因此造就新政。天芬巧取豪夺，结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强霸民产，每一桩每一件，断不会全无证据。你看，失掉的炭是掩藏不住的，更何况那天芬罪行昭昭。这一切若当众揭发，依我看来，即便是母后，也再难以亲情包庇。管他外面风云变幻，水火相攻，现在我们两个只需舒心安逸地欣赏这场好戏。知道了，母亲，我看的正高兴呢。那个女人啊，平时多沉着，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。可以说到家人，母后不过就3言2语，她就方寸大乱，不知道轻重了。家人嘛，皮肉相连，人家魏夫人要护住家人，而皇太后又要护住她的亲弟弟，这个火头一起，她得罪皇太后的机会就多了。可是那个冠夫，只不过是酒后失言，定不了大罪。皇上现在还那么疼他，必定会为他想办法。要不，我们在火上浇点油？哎，娇儿别急，你现在是皇太后心目中的贤惠好媳妇啊，这种煽风点火的事，不可以做得太着痕迹。可是，我怕这次再让他占了上风，皇上定会更在意他。哼，现在田汾和那窦婴已成水火之状，冠夫将火挑起，更是引火上身。窦婴一定会插手护住冠夫，而田汾也定会抓住机会不放。不用我们费神，他们已经在上演一场外戚争斗的大戏了。只要我们在适当的时候，将那个女人说成是和窦婴一伙的，那就足以令他担起勾结势力、意图干政的大罪了吗？真会这么严重？娇儿啊，你现在就该开开心心的，看看风景，吃吃点心，看准机会，再去扇扇风，懂吗？懂了，母亲。那我们如今就静观风云好。这蜜蛮渣酸中带甜，又香脆可口，好吃。陛下再尝尝这块黄金糕。这次的怎么跟你上次做的不太一样啊？今天改变了做法，当中掺了新酿的桂花，是不是不好吃？香甜不腻，齿颊留香，比之前的更好吃。陛下捉弄我。你也别太紧张了，我看这些啊，别说吃，母后就是看一眼都会胃口大开。当真如此就好，臣妾真希望皇太后能够消气、舒心。放心，这些全对了她的胃口。其实啊，你侍奉了母后这么多年，怎么会连她的喜好都拿捏不好呢？
多虑了。臣妾确实有些惶恐。别怕，朕的子夫如此贤惠，肯定可以把母后安抚好，让朕无后顾之忧。无后顾之忧？陛下是不是在心中有盘算了？冠夫一案，朕已下令群臣在东宫廷议，召窦婴入宫，与田汾当庭辩个明白，让众臣评议。到时候，窦婴为维护冠夫，一定会列出田汾的种种徇私罪状。冠夫污蔑之罪得脱，而丞相的罪行就无所遁形，朕便一举罢相。宣魏齐侯窦婴。臣魏齐侯窦婴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冠夫骂作，朝野震惊。今日廷议，由魏齐侯与丞相双方陈词，再让众卿评断。朕会秉公处理。谨遵皇命。魏齐侯，你说。启禀陛下，冠夫乃我大汉之勇士，日前丞相婚宴，只不过醉后失态，而田丞相，却说冠夫醉酒闹事，囚禁冠夫。岂是酒后胡言？冠夫分明是借罪行凶，诬陷丞相。若人人都借酒妄辱朝臣，那还要朝纲法制何用？其罪之重，当以诛杀。恐怕丞相要治的，并非诬陷之罪吧，而是以冠夫结下的夙愿旧仇，以及冠夫最后戳破了你卖官鬻爵、囤积米粮、私置官钱、虐杀异己的种种恶行吧。你不要在此胡言乱语，你诬告本相同样有罪。陛下，臣方才所言千真万确，若是诬告，臣愿领罪。那魏齐侯可有证据？有。陛下，此乃田丞相所犯罪行的记录证据。魏齐侯所为的证据，未知从何得来？此乃冠夫和他的食客搜集而来。冠夫，陛下不必看了。丞相何出此言啊？陛下，冠夫绝不可信，他结交奸猾之徒，纵容亲信，欺压百姓，横行颍川。颍川的百姓都在唱饮水清，冠氏宁；饮水浊，冠氏足啊！魏齐侯所说的大汉勇士，实乃害民恶贼，所举之证焉能作证？丞相，你的话又有何证据？有，拿进来。诺。铁证如山，不是一两箱，而是整整一箱，全部来自颍川，百姓签书状告，请陛下验证。韩御史，依你看，这冠夫为人险诈，所指老夫口供，还能相信吗？启禀陛下，若是罪证确凿，确实难以相信。哼，冠夫当日还指平阳公主未能管好夫婿，更收容私生子。太中大夫，你本出自平阳侯府，你认为冠夫如此羞辱公主，可以轻饶吗？诸位又以为呢？所谓技大于本，敬大于古，不折必批。冠夫借罪行凶，冒犯宗室，求陛下赐死，以正朝纲，并按魏齐侯先前承诺，将诬告丞相者下狱，以儆效尤。陛下若以为证据不够，臣还有一车铁证，正自颍川赶运入京，请陛下圣裁。今日廷议到此为止，窦婴下狱待罪。
哀家的亲儿怎么如此偏袒外人？说什么秉公处置，丞相呈上一车的证据，他还不立刻判死？那窦婴以伪证诬陷丞相，竟然只判他下狱戴罪。母后，先别生气，皇上向来断事英明，心明眼亮，今日这事或许另有因由。皇上向来重孝，有什么原因让他忤逆母后的意思呢？除非是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吧。你说的是谁？哎呀，这些事我真是不敢乱讲。说，哀家要你说。冠夫和窦婴两人是魏夫人的救命恩人，会不会是魏夫人为了感恩图报，已经在枕边求了情呢？又是他！母后息怒，皇上该不会为了顾及一个姬妾的面子，而把母后和舅父的颜面放一边吧？娇儿，你时时都在皇上身边，为何不好好劝劝皇上呢？皇上怎么肯听我的？我也不想跟别人争。哀家就知道他会偏心，可娇儿你才是他的皇后。算了算了，后宫的事，皇上只听那个魏夫人的，娇儿都不敢多话。可怎么连朝政大事，也任由一个小小的姬妾随意摆布呢？这成何体统？魏夫人求见。来得正好。拜见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臣妾听闻皇太后最近胃口不佳，特意带了几样小点，请皇太后品尝。你弟弟卫青可好啊？谢皇太后关心，卫青一切安好。既然你弟弟一切安好，那你自然胃口极佳，吃得下，睡得饱。哀家可就不好了，哀家的弟弟身为丞相，却被人欺辱，你叫哀家怎么吃得下？你把这些吃的东西带回去给你弟弟吃吧。皇太后息怒，臣妾只是关心皇太后凤体安康。哀家这个皇太后能否安康，看来还得你这个魏夫人说了算呢。臣妾愚钝，臣妾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愿听皇太后教诲。丞相手里如山的铁证，都不比你魏夫人的一句话能颠倒黑白，干扰皇帝，逆错为正。臣妾不敢，请皇太后明鉴。何况皇上英明，又怎会受臣妾左右？你是否左右人心，哀家早就看透。魏长公主伶俐可爱，哀家赐她小点，可她却要看你的脸色才敢吃。皇太后，只因魏长公主身子，哀家早就识破了你心口不一，嘴巴上说不干政，可背地里却结党连群，勾结窦婴和冠夫，陷害我们皇室宗族。母后，或许这件事情魏夫人实不知情，纯粹是皇上圣才。其实不用魏夫人开口，皇上也会顾及她的感受。那丞相受辱就可以不理了？哀家今日身为皇太后，都护不了自己的亲弟弟，他日哀家故去，他还不任人宰割，任人鱼肉？母后，你怎么说这么重的话？母后凤仪天下，寿山福海。魏夫人精心为皇太后准备了美典，可见她也自觉不适，有请罪之心了。皇上平日最看重的是妹妹所说的后宫和乐。妹妹呈上的食物，母后，你怎么也吃一点点，好让妹妹尽她的孝心，也算是顺皇上的心意啊。别让母子之间有嫌隙。荒唐！哀家要吃她的东西，
才能维系哀家和皇帝之间的关系，才能表示我们母子无嫌隙。他算什么人？哀家吃他的东西，哀家不吃不吃。哀家非要灭了他朋党不可。皇帝如果不下旨杀了冠夫，哀家就绝不吃任何东西。看皇帝到底是听你这个姬妾的，还是听我这个母后的？皇太后，臣妾向陛下请罪。你这是为何？快起来！臣妾愧对陛下，不能让皇太后息怒，反增其忧恼，让陛下为难了。再没有什么为难。朕刚已下诏，判冠夫死罪。什么？有什么好诧异的？朕还能有什么选择？可是陛下，杀人诏书一下没法挽回，陛下可否？罪证如山，不得不杀。可是，证据会否造假？又或者是遭人陷害？也许可以。够了！你既然知道朕有多为难，怎么还说这些？你忘了朕有多想在廷议中救出冠夫，再一举罢相吗？是臣妾多言了。臣妾只是怕，陛下杀错了一个曾经福业相助的人，将来会后悔难过。冠夫亲族鱼肉百姓，桩桩件件皆有证可查，不容抵赖。即使未必全跟他有关，他也脱不了纵容之罪。朕若不严惩，以正朝纲，同样是纵容。臣妾愚昧无能，未能为陛下分忧。你若想替朕分忧，就想办法让母后尽释。之前朕念及冠夫的忠勇，不忍治罪，但已有人暗中议论纷纷，说朕姑息养奸，成了昏君。朕不想再担负个饿死亲母的罪名。朕只是想，唉，算了。白明，在。朕要出去透透气，其他人不用相陪了。诺。皇后真有雅兴。给陛下请安。刚才太过入神，未能及时迎驾，陛下恕罪。无妨。朕刚才听到琴声，就循声走到这里。原来是皇后在此抚琴。其实，臣妾并非抚琴，而是在谱曲。哦，谱曲，唱新曲。这是在为谁谱曲？是为母后。母后先前心情不佳，臣妾刚刚去探望她，她总算答应臣妾肯用膳了。真的？臣妾也甚是高兴，所以就想着谱首新曲弹奏于母后，好让她抒怀。以前不知你还懂音律。臣妾知道自己脾气急躁，总惹陛下心烦，所以臣妾决心改过。学琴，陶冶性情，修身养性。音律果然能让人有所改变。以前臣妾事事好强，只顾争风吃醋，到头来真是烦了陛下，也苦了自己。其实，臣妾已是6宫之首，应该以嘉德一行作为典范。又有什么要争、要计较的呢？与音律作伴久了，臣妾才渐渐明白，有时候几个简单的音节，只要相辅相成，就可变奏出各式曲调。过多修饰堆砌，
反而变得杂乱扰人。舍得放下，才是正理。这与后宫处事之道，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！没想到皇后能有这番领悟，这种转变，真让朕另眼相看了。陛下过奖了。其实，臣妾只想做个好妻子，统帅后宫，照顾母后，希望能为陛下分一点忧，于愿足矣。你能劝服母后不再绝食，已是帮了朕一个大忙，应记一功。陛下，这是臣妾的分内事。哎，这是什么香？味道这么熟悉。陛下，还记得这香气？当年你还未当太子，有一次你跑来告诉臣妾说，很喜欢祖母房中的香味，臣妾就悄悄地去偷了给你。我们还一起躲在宫中一角，偷偷的吻。后来被祖母发现了，要罚你抄礼经呢。转眼今年，陛下登基，臣妾位极皇后，陛下也兑现了金屋藏娇的诺言。可是房中已无香，金屋也……臣妾怨怼过后，也只得内省，发觉自己真的有很多不对。陛下，臣妾过去让你为难了。金屋怎会无香？现在这香气更胜当年，少了浓烈，却更添几分醇厚。陛下若是喜欢，臣妾以后日日为陛下添香。为朕弹奏一曲，来，为朕弹奏。陛下，此曲臣妾还未写好，怕陛下见笑。不过，交房殿中倒是有几首写好的，陛下若有兴致，不如去评定评定。好，白明，起驾交房殿。诺。煽风点火惹太后绝食，抚琴谱曲引皇上欣赏，再来个熏香回忆扣君心垂怜，真是技技精妙，引得皇上重临交房殿，让我娇儿重获圣宠。要不是窦太主事无巨细，述说周详，小人也不能对困局了如指掌，一使重地。先生果然是料事如神，足智多谋，堪称世外高人。为何不让我早点遇见你呢？袁叔一直怀才不遇，如今终遇伯乐，这是小人的福气，这是命啊！袁叔愿为窦太主和皇后效犬马之劳，忠心不二。好。那个丞相田汾真是没眼光，不懂得欣赏人才，竟使出用计不用人这种卑劣的手段。哼，田汾的失算反倒成了我的胜算。从今之后，先生你真是要多为娇儿出谋划策，我们母女一定不会亏待你，必重重有赏。多谢窦太主，小人如今只使了第1计，还有千方百计，定能扫除皇后身边的所有障碍，永保皇后统领6宫，母仪天下。好，那就好。但是如果要令我娇儿常得圣恩，目前我要对付的人就是卫氏一族，请窦太主放心，窦太主一声令下，要他们永不超生，也只在鼓掌之间。子
子夫，祈福的花都够了吧？够了。子夫，你也别太担心冠大人还有魏齐侯他们了。他们仗义敢言，又对我有恩，我怎能不担心呢？可是，连皇上也被逼下诏降罪。子夫，你以这山茶花为他们祈福，我相信他们必能像这花一样，花期绵长，生生不息，遇上寒霜依然盛放，绝处逢生。皇后金安。哟，妹妹这么清闲，有空来赏花呀？臣妾不是来赏花，只是来采花做祈福之用。祈福？哦，对了，你是应该祈福，好让皇太后不再生你的气，皇上不要冷落你，还有你身边的朋友平安无恙，逃过疾刑。原来魏夫人这阵子如此时运不济，事事不顺呢。我实在是太忙了，本想去帮妹妹祈福，可是皇上天天来我交房殿，我真是分身乏术啊。皇上喜欢边享花酒美点，边听我抚琴唱咏。唉，若不是我亲自采的花，亲手做的小点，皇上都不吃呢。让皇后操心了，臣妾不是为自己祈福，臣妾只是希望皇太后能身体安康，皇上顺心如意，也希望朋友平安无事。唉，想不到你愿望那么多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不过，只怕想让皇太后长乐无愁，那你的朋友就难保平安了。我们走。她虽然是皇后，但也不能这么嘲讽人吧？不用生气，我们只要不在意，笑骂由人，便能心安。而且，反正我也什么不求，只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平安开心就好了。嗯。